今天是2025年2月2日。那么前不久呢 ，Apple 推出了它的 Translation 框架，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里边的一部分，就是它的翻译系统。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用翻译系统做的一个 APP。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Apple 的文档这是它的一个文档，在 Apple 官方的 developer.apple.com Documentation Translation 下面。那么它提供的这个 framework 呢，是这个支持 iOS 17.4macOS 14.4。那它这里边第一句话就说了一个很要命的东西，它叫提供这个translation 这个 framework 呢，它只能用 built-in， 就是只能用它自己的这个 UI 和这个系统提供的这个翻译系统，或者呢，你有本事用这个 framework to 这个叫什么自定义的这样的一个翻译的一个经验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相应的这个我们做出来的一些这个功能。好，现在我用这个 iPhone 的这个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主程序的界面。首先呢，它的原数据选一个原数据的语言。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一个 demo 数据是中文的，我要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我点击这个 source SRT field， 现在我可以在这个我的手机上面选择一个这个 SRT 格式的一个文件。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执行过程。好，因为我这个手机上已经安装了中文到英文的这个翻译过程的这个支持，所以就没有安装界面。那么我们马上再做一个翻译成日文的结果这个翻译完结果以后，它让你存一下你这个翻译成英文的这个结果，我们就不存了。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你看I went to back from there. I say I would go back from there. 那这就是翻译出来的英文结果。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来的这个什么这个中文的是什么样子的。我打开看一下那个文件应该是在哪儿来的？不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这就是原数据原数据里边它用的是中文简体中文的，然后翻译出来以后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它连拜拜都会翻译成拜拜，还是不错感觉。看这个第3行拜拜，然后那边是这个操作还挺不顺居然写的是拜拜，他知道这个拜拜翻译成那啥，还是挺聪明的好，那我们再翻译一个这个其他的语言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现在把目标的翻译选成这个韩文吧日文 Japanese 日文当然了，现在这些文字都是英文。如果我把这个手机操作系统切成中文的话，这些会出现中文字的选择这个数据。好，你看它会提示我，让我安装中文到日文的这个翻译过程点击这个下载。这个是由 Apple 框架提供的相应的这个翻译支持稍等片刻。这个片刻有多久，这取决于我们的网速还有我们手机的速度。好，可以了，它现在在进行翻译右边这个仍然是我们的这个 Google Translation 的说明文档，它是用 Swift UI 实现的所以它在前面刚才提到了，就是你只能用它 built-in 的这个 UI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我们刚才翻译的这个日文的结果日文我是真的是完全读不懂了这是日文翻译出来的结果那说为什么要用 framework 呢？这个 translation 来做呢？我难道用 Google 的用谁的翻译不是很好吗？对，是的，那你只能翻译几句话嘛。你像 SRT 这样的这种特别的格式，它有序号，然后有这个字幕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然后出现哪些字，这种特定格式的话，如果你用这个比如说 Google 的这个翻译我太太以前就用 Google 的翻译，但是呢，当它的这个文字的长度长了以后，
Google 会给它加了一些特别的字符，那些特别的字符呢，就导致最后的数据呢无法上传到这个某视频网站的这个字幕使用啊，就影响使用了。所以这是我们做出来的一个功能，希望大家用得着的时候能够使用，能够用得上。我会把这个软件的这个下载链接放在评论区。我们这个字幕文件呢，要上传到视频上，比如说我们把字幕文件上传到这个视频上。多休息啊！再见。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后的这个英文的字幕，这个就是英文的，看一下，好，这样的话，这个字幕文件就已经上传到这个视频里了。这个 iPhone Mirror 啊，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打开这个链接呢？它不能打开 Apple Store 啊？你看现在这个链接这是我发给别人的我的这个软件的下载链接。那我点击以后，你发现它在一个新的界面里面并出不来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点击这个3个点点，然后点击这个 Open in Browser 啊，就是打开了 Safari， 这个 Safari 就会打开 Apple Store。然后直接你看，这就是 Apple Store 里面嘛，对吧？打开这 Apple Store， 我们再来一次啊，在这儿点右边3个三角，然后点这个 Open in Browser， 啊，它就会在这个 Apple Store 中打开，你就可以直接安装或者直接在我这就打开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Google Translation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程序结构。先把我的这个头像放小一点，小一点。然后这是源代码，源代码在 GitHub 上是开源的，有相应的链接。拿下来以后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它有几个目录啊，这是前面做的，左边在这边有几个 demo 的是吧 ？macOS 的这种调用啊。那么它的核心代码在这儿 ，SRT Translator 这个目录下面。目录下面从 View Controller 开始，因为我是老程序员嘛，这个 OC 用的很熟。所以我的源代码大部分是用 OC 来编写的 ，OC 来编写的。那么这个 OC 的具体的这个源代码的，我就不做太多的解释了吧，因为具体的解释，我觉得大家可以找到很多的视频来学习这个基本的这种编程能力。我主要介绍一下 OC 和 Swift 以及 Swift UI 之间的这个调用啊，这些比较特殊的地方。那么调用的东西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有一个Hans Translation 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在这个目录下呢，我们有这个 Hans Translation Swift UI， 这个 Swift UI 里面它集成了这个 Apple 的Translation 这样的一个 framework 类。那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说明里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它必须要用这个 Apple 自己的这个 UI 系统，怎么办呢？是吧？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Swift UI 呢，把它开开。我们看到它的 body 在这儿它的 body， 然后我放了一些变量，translation 这个变量绑定了一个这个布林型的一个值当 translation 为 true 的时候，它就显示这一部分；当它为 false 的时候显示这一部分那 true 的时候显示这一部分。这个部分呢就是进度条，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进度条，它里边放了一个。首先它放了一个这个灵活高度，灵活的上面的高度，因为底下有一个灵活的下面高度在这儿，这样它这个中间部位就在中间，就是上下就居中了嘛然后这是一个进度条，进度框，然后这是一个 test， 然后这是一个横向的 slender 是这个左右的这个进度框上边这个 progress wheel 是上面那个转轮，是那个转轮。我给它写一点的这是转轮的，这是转轮
这个呢是横向的 stack， 左边是这个进度条 slender， 然后右边呢是一个 progress string， 就是那个3%呀、5%啊那个百分那个数字啊。那这些 value 呢，其实都是在我这里都是绑定的，比如说这个 progressing string， 这个 string 这个东西啊，在这儿它是绑定的啊，它默认是空。然后呢，我在下面它的这个执行过程中对它进行不断的这种赋值啊。那我们看看这个 button， 它一 action 本来就是要点击一下才能开始翻译，但是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办法，让它自动的开始执行这个trigger translation 这个动作啊，这是绑定的意思。然后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点击以后的动作在这儿啊，这个叫 translation action。然后看到这个 on appeal 就是翻译的界面被载入的时候，它首先调用了这个 trigger translation， 这个 translation 会初始化一个翻译的一个对象我们定义了一个这个 configuration 它的定义的结构就是这个 translation 的 session， 它把这个 session 进行了初始化。初始化的时候指定了它的 local language， 就是 source language 和 target language， 就是目标语言和这个原语言。那这两个语言的这个都是通过 identifier 来进行初始化的这个载入进来的 identifier。然后呢，我们是如何把数据送进来的呢？实际上是我对这个类呢绑定了一个数组，这个数组就是 sources array 绑定了一个数组。然后把翻译的结果放在 results array 里面当它执行的时候，它会执行在这儿执行这里部分，它叫 translation action。translation action 是一个在这儿在这儿，它干什么呢？就是在这儿了。它拿到这个翻译的这个 section 以后，用这个 section 对 source array 这里边的每一行拿出一行的这个中文，然后把这一行的中文呢送给这一行 try await session 点 translate align 就是一行的文字送进去，拿回一个结果，把这个 response 的 target 这个翻译结果加到这个 result array 里面去等于是我在前期要对你送进来的这个 source SRT 呢提取每一行的中文，然后对提取到的中文呢进行一个排重。因为有可能说一个词出现了多次，那我只翻译一次就可以了。翻译完以后，我再把它替回去那么当它翻译完以后是如何通知前台的呢？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有一个 notification， 我用 notification 的方法 post 一个 notification 给这个外围，告诉他我现在的这个任务是完成了还是有什么错误在这里面有一个 post， 通过 notification 的方式把数据送回去。那么这是 Swift UI，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 Swift， 因为 OC 的话直接调 Swift UI 还调不了，它必须先通过一个 bridger 我们这里边写了一个大的一个 bridger， 然后把这个Swift UI 变成了一个 will 变成了一个 UI hosting controller 这样的一个 will， 用这个 will 作为这个 Swift UI 和 OOC 之间的一个桥然后你也会看到大量的这种赋值实际上就是我这个通过 OOC 里面赋值以后传递到 Swift UI 里面去的一些变量，包括最主要的source array 就是翻译的词条，然后包括这个 source language identifier target language identifier 这些很重要的这些变量送进去，通过这种方法把这个值传进去，然后呢再通过 notification 把结果送回来这样的一个传输过程。这个传输过程应该是比较困难，确实是比较困难，我也研究了大概有几个月才陆陆续续把它做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你需要做一些类似这样的翻译或者什么样的功能也可以跟我联系，我看看能不能帮你们大家把这个东西写出来。